大家好，团队，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团灭。为什么与别不同的询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零团队的王一博居然肇始于一件小小的小破事，差点一日之内2次翻车。后来呢？黑粉想不到，摩托姐姐也想不到，好玩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王一博果然是个否极泰来的抗打体质。之前询问我深扒过的口误风波，居然转了2天后，成功催化出了一枚相当好玩的数字勋章。以至于询问我甚至怀疑说，这联想爸爸是不是玩2套剧本的无间道呢？然而事情还没完，就像赵丽颖的野蛮生长改名背后一样，故事很多。除了转入180套的时装秀节目，更加入了痴情的冯绍峰戏码。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必须通报一下的是，双11已然落下了帷幕。在全网都讨论如今的节日没有了以往感觉，平台不再强调全网销售额时，这个老是逆天而行的王一博所代言的产品却开始接连逆苍天出战报了。近日 Redmi Note 12加王一博系列微短剧一瞬间陆续发布，短片抛弃了只给式或者强行植入的做法，将广告以系列微短剧的形式展开，用3个富有情节和质感的暖心故事打造出不同以往的广告片，带来品牌营销的新思路。询问我特别为您走心编排了这个时长260秒的小短片，还有精彩花絮等等，欢迎到短视频区自行赏析，不尽精彩尽在询问频道。此次 Redmi 打造的系列短剧共有3集，每集均有社会洞察下的主题利益，如社交恐惧、偏见、代际认知差异、陌生人之间的猜忌、全职妈妈的默默付出和自我实现等。Redmi 用温暖的故事解析现代人经常面对的情感主题，给当下人的生活困惑一些恰到好处的答案。片中通过王一博使用 Note 12 Pro 所拍摄下的瞬间来揭开谜底，则自然地呈现出了新品的影像卖点。不同于以往品牌和流量明星单一的 TVC 背书或是单纯的海报拍摄，此次 Redmi 的系列微短剧既结合了微电影对情节和人物的塑造，又借鉴了短剧节奏上的紧凑精炼，重点突出，引发观众的持续关注。与此同时，对于社会议题的深入探讨，则展现出品牌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温度，进一步为 Redmi 沉淀品牌价值，收获观众的好感度。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询问我依旧会去伪存真，深扒各种中立客观、不吹不黑的询问硬核。除此之外，这个小米双11的全渠道累计支付金额突破170亿，除仅双11开售3小时就突破了去年整个双11的业绩。容态按摩椅排行同品类第1，联想终极战报超86亿，这是目前已然发出战报的品牌。还有更多王一博所代言的产品暂时没有播报业绩，不过想来也不会差了。在王一博这么多代言之中，最受黑粉关注的无疑是联想了。毕竟此前王一博在参加联想直播时，口误将联想 Pad 说成了 iPad， 由此引得黑粉一阵高潮，自以为拿捏住了王一博的黑料。实事求是，王一博说错品牌名称的确是他耿直 boy 的耿直点，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那是直播，紧张之下说错也不是没可能。尤其作为艺人来说，他们的确是使用 iPad 更多，说习惯了也是有的。王一博说错了是事实，没有必要回避。只不过黑粉见到这一幕，真的就开始一次又一次的辱骂了。从王一博的学历、人生到被金主放弃，再开始捏造黑料，仿佛王一博错了一件事，他就被内娱放弃了一般。至于更多这一事件的深扒，您可以自注一下。主持人在直播过程中说错品牌方名称，说成竞品，使得品牌销量受损的事情的确发生过，只不过这一点似乎没有影响到王一博所代言的联想。在双11战报中，联想清清楚楚地写着，联想终极战报超86亿，联想小新 Pad 是安卓平板单品销量的冠军。黑粉闹了1个多星期，结果使得联想小新 Pad 的知名度又提高了1个档次。曾经大家对于 Pad 确实只是 iPad 这一个概念，而王一博在联想直播中的口误，经由黑粉的发酵，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联想 Pad 这一物美价廉的产品，知名度更上一层楼，销量也是最高。怎么说呢？直播具有一切不可确定性，
有些艺人为了防止自己出丑，一般会选择录播，然后出了问题就让品牌方剪辑。王一博站在联想直播间的舞台上，就已经比一般艺人好很多了。这年头，谁还没个口误、嘴瓢、忘词呢？只要后续没有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都不会有什么。而王一博的确口误了，但他所代言的产品依然是同品类的冠军。这对于品牌方而言就是没有关系的。想要知名度，黑粉传播王一博口误瞬间使得更多人知道联想 Pad 这个产品。想要销量，双11战绩摆在那里，冠军一词是品牌方明晃晃打上去的，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就已经足够了。似乎黑粉的打算又一次破灭了。王一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光鲜亮丽，也会有一般人面对万千人发言时的紧张与嘴瓢。只不过，似乎这群黑粉们将王一博看得过于完美了，不能出任何错，否则就是口诛笔伐，有错就认，没有坏结果，反而销量更高。老实说，联想这一出前前后后的黑脸白脸、高潮黑潮，申万我还是想笑而不语的。这就像赵丽颖前夫的前前后后一样，申万我今年也没少开篇深扒这位前夫哥的痴情和手段。虽然不算高明，却也带感，因为全网上下都被前夫哥搞得同情兮兮的。申万我的过往深扒都值得您自行对比一下。所谓有硬核有思想，这一生才敞亮。当然了，这话也是申万我说的。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已经过去半年之久，两人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前者事业飞起，成功转型，时尚资源越来越好，再度成为娱乐圈顶流女星；而后者则越来越颓废，变身油腻大叔，频繁被质疑走不出离婚阴影。此前多次传出两人有望复合，被拍同时现身横店，私下还带儿子一起相聚，说的有鼻子有眼，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有网友支持两人复合，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更多不希望颖宝回去，不受豪门强势婆婆的管束，继续独自美丽就好。就在大众议论纷纷时，有港媒再度爆出猛料，称冯绍峰从离婚后就被妈妈频繁安排相亲，最近一次相信仍是以失败曝光，还表示他相亲对象特别符合冯妈的要求，满足了门当户对与顾家的条件。据悉，双方父母是非常满意的，对方对冯绍峰很是满意。如果冯绍峰同意的话，这门亲事就算定了。本以为他会按照母亲的要求，找一个门当户对、事业心不重，可以全身心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让妈妈满意放心。但没想到，冯绍峰逆反妈妈的意愿，最终放弃这次相亲，导致相亲失败。这对于一直听妈妈话的冯绍峰来说，像是心意已决，不再一贯听从母亲的意思，不做妈宝男。我们都知道，当初冯绍峰与赵丽颖离婚，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冯妈。她不满意颖宝这个儿媳，觉得是农村出来的，瞧不起她的身份，更不喜欢太强事业心的女人。但颖宝又不是结婚后就依赖男人的女人，所以双方矛盾很多，最终以离婚告终。而这次冯绍峰相信失败，被指是对颖宝旧情难忘，想要复合，所以才拒绝了门当户对的相亲，不想再听从母亲的意愿。这点从他离婚后这半年的情况也能看出，当初是被冯妈逼着离婚的。离婚后的冯绍峰一直颓废不堪，经常被拍到颓废油腻的照片，被指没有从离婚阴影中走出来。另外，频繁有消息爆出，冯绍峰想要复合，与赵丽颖重新开始，为此做了很多母亲工作。现在冯妈疑似已经松开了，还是在节目上公开说的。冯妈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对儿子管束太严格，没有顾及到他本人的感受。对于冯绍峰想跟颖宝复婚的想法，他也松口了，可见是后悔以前的所作所为，估计也是看到冯绍峰频繁抵触相亲后才想通的。但这也仅是冯绍峰与母亲的想法，对于复婚的意愿，赵丽颖态度非常坚决，肯定不会再与冯绍峰复合，觉得更合适做朋友，而不是夫妻。由此可见，在颖宝心里对冯妈的看不起，以及冯绍峰的懦弱已经伤透心。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更愿意拼搏自己的事业，自己依靠自己，而不是通过婚姻来找一个肩膀。除了工作外，更多的心思也放在陪伴儿子上。对于目前的状况来说，赵丽颖是非常享受的，这也很符合她自强自立的性格。所以说，
冯绍峰想复合的想法是实现不了了，还是希望他能够走出离婚阴霾，重新开始，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都能有新的进展。至于他与赵丽颖还是各自安好，大家说是不是呢？翻一翻冯绍峰的新浪微博，仍然可以看到他在前妻赵丽颖每年生日时送上的表白。纵观娱乐圈里的明星夫妻，一旦离婚，彼此就将有过的共同美好动态一一删除，似乎要和过去来一个彻底的告别。但冯绍峰没有。不仅如此，有台媒还称冯绍峰想与赵丽颖复婚，只不过被拒绝了。一部《西游记》女儿国让当年的人气小生冯绍峰结识了颖宝赵丽颖。一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让二人从早前的相识走到了相恋，最终又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二人爱的结晶想想健康出生。可惜的是，自此之后便有媒体隔三差五的爆料，他们已经秘密离婚。在娱乐圈里无风不起浪。去年4月23日，冯绍峰与赵丽颖发布离婚声明，结束了这段仅只维持了3年的婚姻。针对离婚原因，从声明上来看，没有透露任何的蛛丝马迹，只是说二人是和平分手。但从网友们的猜测来看，各种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冯绍峰出轨，有人说是婆婆对赵丽颖不满，还有人说赵丽颖一时冲动，未婚先孕。对冯并没有爱得那么深，结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当孩子出生之后，他自然就不可能再继续和冯走下去。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我们通过冯绍峰的一些动态来看，似乎他爱颖宝要比颖宝爱他的更多。不过，这可能与颖宝的性格有关。别看颖宝身材娇小，看似柔弱不够坚强，实际上特别独立。这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六姑娘明兰很相像。冯绍峰则是出生出长的上海人，有一些小男人的特点，对颖宝很是信赖。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让颖宝觉得二人的性格不是太合，最终和平分手。现在的赵丽颖将全部精力扑在了工作上，冯绍峰也亦如此。因为有想想的关系，经常有媒体拍到二人同框陪孩子的镜头，再加上冯的个人社交平台一直保留着对颖宝的表白，怪不得台媒会说冯想复婚呢。当然了，Shin Wan我还是要佩服赵丽颖一把的。丑话说在前头，你不理解是你的事了。那么，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才行。但凡一方挑明了，另一方还纠缠，那就会吃瓜错愕了。比方说，某剧组又来单方面溜粉了。而且溜的是数量庞大的摩托姐姐。话说上古续集，也就是神隐，已经计划完毕，打算让王一博、赵露思领衔主演，特别主演是刘学义，主演包括魏大勋、李云瑞、张浩维、戴露娃、张子木、张越、高露等。而且即将开机。为什么这么匆忙呢？因为井柏然不演了，所以有人爆料 W 姓男星演男主。这次击鼓传花又传到王一博了。既然还有刘学义以及众多熟悉的配角，听起来是不是像是真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扔砖，因为Shin Wan我的铁口是孤独的。另外，您觉得王一博和赵露思有 CP 感吗？Shin Wan我非常好奇您的观感。关于王一博在冲年末 P 这件事情，已经是所有粉丝心照不宣的秘密了。大家在等到王一博一个新视频时，都会期待着下一个视频的时间、地点以及装扮。从去年的规律来看，王一博本应该是找一个参照物，类似去年的背景墙，然后一套衣服穿到底，混完整年，水完所有视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一博一开场就是换衣间大秀，直接2套衣服给人一种惊奇的感觉。今年应该不会如去年一样直接一个背景拍18次视频了。因为第一次是换衣间，第二次是楼梯间，穿的衣服还是换衣间换下来的，粉丝们就以为王一博之后那是不换衣服，换地方了。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阳台，一个家里应该有的空间，大家都为他想了个遍。谁能想到王一博再一次出现是一套新的衣服，还打着响指呢？当然了，
这支相关的短视频，欢迎您在本频道自行洗眼睛，因为这个酷拽的王一博欲语还休的样子太搞笑。不得不说，王一博真的是挺有个性的。粉丝们各种猜测王一博下一个视频内容，大家猜他是不是一个背景拍半年，他下一个就换楼梯间，都大家猜他是不是把不同地方都拍遍，他下一个就换打响指了，就是让大家怎么着都猜不对，只能继续冥思苦想了。还有这营业时间，粉丝们猜测是3天以来，毕竟第一次和第二次就是间隔3天，谁曾想本该在第3天到来之时的视频迟迟不到，结果却是在7天后到来，也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你猜他是不是还继续皮衣，他就换成了卫衣？你猜他本应该是在一个什么什么间，结果人家愣是不告诉你他究竟在哪里，只有背后一幕大窗帘围着。不得不说，王一博实在是太有个性了。那是一点都没被粉丝们的思路带跑偏，坚持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想法，每一个都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由此，王一博的粉丝之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歇了猜测王一博下一个视频的规律了。毕竟这3次下来过于磨人，很明显是没有规律了。不过还有少部分粉丝依旧坚持着，看看自己能不能中一把。不过虽然大家找不出王一博发视频的规律，可细看王一博的脸，那可是一次比一次的帅气啊！看到这一次的王一博，粉丝们直接一整个大梦回。虽然妆容清淡，没有眼影，但就是逆生长，有种创造101时候王导师的感觉了。单薄消瘦，却超级有活力，有种阡陌君子的飘逸感。说实在的，Shin1我挺理解王一博的酷拽的，人不酷拽枉少年，只是大多数的少年没人理罢了，包括Shin1我自己。可以说，演员的一切都是角色的。此前，王一博为了自己的角色，也曾经为自己做各种锻炼，力求贴近角色，增肌减肌。之前网友觉得王一博不像个爱豆了，也是为角色做的改变。而这一次，王一博的身形已经回到爱豆时期的模样，想来他接的下一个角色是需要体型单薄的演员了。期待王一博下一个的视频，看看王一博是不是又轻减了几分。只不过这视频规律可不好找，时间那是3天7天的间隔。后面一次不会间隔15天吧？从这就是街舞第1季开播以来，街舞开始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更多的人开始了解街舞，更多的人开始学习街舞，大众对街舞的误解开始有了些许的消除，舞者有了更多的机会。但要说让不管会不会跳舞的人也跳上一跳的，引发全民街舞的，还是得是街舞总决赛上的2个舞蹈。一个是开场舞，一个是王一博的队长大秀。特别是一博的队长大秀，让我对 breaking 这个舞种有了新的认知。说实话，最开始看到 boy 跳舞的时候，也认为 boy 就是地上打滚，就只是一些大招定格什么的。后面看了这街的一次火锅，一博说到了 breaking 一些基本功和后面街舞队长大秀的街头感 breaking 的起舞大秀，让我知道了 boy 不只是放大招，也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基本功扎实，也能跳得漂亮。就像街3的小鸡，也不会做很多大招的动作，但他的 breaking 也跳得很好，也能让人记住他。而这次队长大秀的影响力还远远不止如此。一个博主说过，如果中国街舞的发展被写进史册，第一人是高博，最早一批推动街舞发展的；第二个是陆导和陈晨编剧，是他们给了中国街舞舞者面向大众的舞台；第3个就是王一博，是他让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街舞。而且最现实最直接的意义就是，王一博把街舞这个小众奥运会新项目拉入了大众视野，从小众变大众，让热爱可以自由。所以Shin1我也聊了2次了，最近在抖音刷到吃瓜视频，很多都是翻跳的。cosplay 的小朋友，工地工人、大学生，可能跳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又有什么关系？热爱就好了啊！不管多大年龄，
即使30、40、50，我们可以热爱很多东西，可以热爱街舞，热爱摄影，热爱美食，热爱运动，且一定热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我想，这就是一博的这支舞蹈想传达给我们每个人的。可以不夸张地说，他做到了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街舞在国内的影响力，做到了推广宣传的意义。他的语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跳舞都没差，强势出圈。当热爱回归纯粹，自然能打动人心。这份热爱与坚持，在王炸姐姐赵丽颖的身上同样发光流彩。声万我的这个说法，您赞同不？赵丽颖新剧《风吹半夏》即将播出了。节目宣传当天，赵丽颖身穿黄色性感的露肩裙，披着一头大波浪，港风感拉满，精致的妆容显露出五官的惊艳，美得让人目不转睛。配上一对黄色流苏耳环，简直惊艳到了不少人。相关的短视频和长话题都欢迎您自行刷屏浏览。声万专属的趣味和鲜味，此处独家。您在机器人万古不变的烹饪下是尝不到鲜味的。声万我说过，离婚后赵丽颖的个人形象美出了新极点，是那种美中透着成熟大方和自信，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呆萌的小骨了。此时的赵丽颖已经进入35岁，这个时候她美的是自己的阅历和成长。她已经是一位妈妈，当过妻子，又经历了离婚的苦痛。短短的几年里，她经历了人生好多的转折，由啥也不懂的呆萌女生成为一个母亲。这一路她会经历什么？她又有多勇敢，敢于离婚，去拼命活出一个新的赵丽颖？之前她突然爆出结婚后，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关于她的消息。粉丝们都扼腕叹息，以为他要回归家庭，慢慢退圈了。如今又火爆在大众视野的他，让我们看到了全然不一样的赵丽颖。这次她的优秀闪着光，深刻地告诉我什么是坚强、勇敢、拼事业。开工的时候，杨幂是主角，她还是一个小配角，还曾因为被人认成杨幂受委屈被骂。现在无论是她的名气还是演技，都已经赶上了杨幂，哪怕是气质，现在真可以和杨幂有的一拼。杨幂情商极高，但赵丽颖现在给人的感觉更多是沉稳，这些都是她成长的表现，也是她让人觉得很美的原因。在这部《风吹半夏》中，赵丽饰演许半夏。许半夏是她爸爸用一味中药给她取的名字，生的半夏有毒，也意味着半夏还没有成长前的莽撞。不懂事。预告片中可以看出，半夏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刚强的性格，他带着大家创立钢厂，是一个实打实能干、有远见的创业家。预告片中他有很多霸气的话，霸气闪现，包括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咱们大家一起干，必须我说了算。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但是是他们先伤的我。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了更多，等等等等。从其中的台词可以看出，他会和一群好伙伴一起开创事业，等事业到了成功的时候，面临很多利益的决断，因此产生了各种矛盾，所以有了后面许半夏很经典的台词，其中也包括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在商言商的商人。一句短短的话，道尽了生意场上的无情。半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很期待节目中面临情与利的时候，他会如何选择。所以我是半夏啊，现在你熟了啊，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这是节目最后的台词，应该是故事结局。半夏成长了，对很多东西都释然了，看开了，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半夏。有毒变成了能治病救人的药。也意味着最后的半夏是一个拥有大爱的人。该剧原名叫《野蛮生长》，后改成《风吹半夏》，不少人依旧觉得《野蛮生长》这个名字好，为什么呢？因为野蛮可以彰显出半夏的个性，风吹半夏听着很文艺，
风意味着半夏漂泊、坎坷的人生吗？野蛮不是一直的，野蛮会生长，成为成熟的半夏。当然了，另外我今年一路铁口的泛政治化讲多了，别人反而不能理解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因此，剧中赵丽颖尝试了完全没有过的形象。复古造型却非常流行了，这种复古时尚风，您能 get 到该有的政治觉悟性吗？时尚霸气，酷味十足，对这部剧满满的期待，服装、场景都非常的有时代风，很有文化韵味。看赵丽颖的180套摩登服装秀，也可以大饱眼福，也许会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引起新的时尚。赵丽颖的每一部剧投资方都是下了血本的，这部也一样，请了好多老戏骨，不仅在视觉上做到了位，在艺术审美上也是无可挑剔。对这部剧期待值拉满。之前大家已经看到升级版的和幸福万家庄的书记刘威在剧中饰演把许半夏带入商海的滨海老大哥武建设，和幸福和许半夏很像，他们都有着很精明的从商头脑，都是有勇气胆量的人。不一样的是，这里的许半夏是一个霸气野劲十足的摩登女神。这部剧根据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改编，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白手起家的女主角许半夏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最终收获成功的故事。其中，李光洁饰演的赵磊将在剧中与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有很多感情戏。同时，他也是许半夏的情感归属。在深万我的短视频中，您可以一睹李光洁的气场，与许半夏冲突的时候，真的非常有火花。深万我就喜欢这种强碰撞的火花感，这您懂的。该说不说，当看到李光洁和赵丽颖演情侣，才发现贵圈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毕竟这俩人看上去完全不搭嘎，可演起情侣来真的非常登对啊！李光洁在剧中的人设很酥，有文化，有正义感，有底线。相对于女主角的不择手段，她的存在是对女人的救赎。隐隐约约感觉，如果后续播出顺利，赵磊这个角色应该会为李光洁圈很多粉。预告片里有一个片段，赵丽颖穿着极具复古风情的菱格纹斗篷扑向了李光洁，虽然没有正脸，但让人真切感受到他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哪怕是在争吵，但也是在吐露心声。比如说，许半夏，我告诉你，不管是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都问心无愧。这种直白的坦诚，让成年人的感情就是要干脆直接。透图里的他们，化学反应满满，大叔加萝莉的既视感妥妥拿捏。他们感情修成正果的婚礼场景当中，男方深情注视，甜蜜感溢出屏幕。杀青照里，赵丽颖身穿黄色毛绒大衣，头上戴着毛绒帽子，将自己的左手放在李光洁老师下巴下方。李光洁老师也很给面子，将自己的头微微的向赵丽颖的手靠近了一点。两人之间的互动氛围感简直拉满。拍摄期间，网上流出了的一张图也是煽情带感。赵丽颖身穿绿色大衣，留着一头长卷发，挽着李光洁的胳膊，俩人并肩而行 ，CP 感满满。您期待这种另类的时装剧吗？或许您一路期待的冲突，在深万我的直觉中刚好会打个折，大家拭目以待吧。因为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很多事情来了就要面对，例如泛政治化的风暴，例如视频打赏的风暴。王一博到底烦不烦？深万我感觉就2个字：团队。最近短视频平台又开启了一项新功能，那就是视频打赏。而网友很快发现，竟然有明星在第一时间开通了此项功能，其中就包括流量王一博，更是引发争议。视频打赏，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发布视频的方式赚取礼物分成，获得更多流量和推荐，和直播打赏一个概念。无数人都说，明星本就属于高收入人群，连网红开通此项功能都会惹来质疑，何况像王一博这样的圈内流量，网友纷纷吐槽这是把粉丝当 ATM 机了，简直和伸手乞讨没什么两样。
还有人直言，明星开通视频打赏，本质就是变相集资逼氪粉丝，很容易导致各家互相攀比，影响极坏。或者再往深里讨论，这算什么收入？该如何缴税？一方面，网友的担心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也是多此一举。不过呢，一夜时间，王一博打赏人数就突破3万了，增长速度极快，很难确定这里面有多少未成年人，更不知道他们的打赏金额是否经过家长同意。打赏行为是否有人监管，这让舆论的风向还是乱走了。当然了，这时候肯定也有王一博的粉丝出面解释说，视频打赏功能是平台看王一博流量大自动给开通的，和王一博本人无关，目前也已经关闭了。不过呢，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慎言，这是刚需。例如新万我之前提到的 iPad 风波一模一样，话术不行的真爱粉通常很吃亏。这不，马上就有网友站出来反驳摩托粉丝的说法了，而且还特意去询问了平台客服。根据他们发布截图上的信息可以得知，视频打赏属于内测功能，平台会随机给用户发布站内信邀请开通，对方同意后就可以开通了，也是可以选择不同意的。延伸开来，对于自动开通这种说法，网友也是嗤之以鼻，认为涉及金钱交易，平台是不可能未经本人允许随意开通的，特别是针对明星账号，很容易涉嫌侵权。另外，也有网友统计了10大流量视频打赏开通情况，包括他们工作室账号在内，一共20个账号，仅有王一博本人账号开通了打赏。作为一名爱豆出身，王一博似乎将所有的娱乐职业尝试了个遍，从爱豆到主持人，最后到演员，这一切只为了能在娱乐圈中有地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与肖战合作《陈情令》之后大火，成功打开了国民度。现在王一博因为开通视频打赏惹争议，真的让黑粉们欣喜若狂。毕竟 iPad 风波刚过，黑粉就被王一博的逆势飘红的成绩单集体打脸，痛不欲生当中，现在又多个出气的话题，不乐才怪。11月14日，一则关于内娱流量男明星在某平台开启打赏功能的表格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该表上的流量男艺人都比较全，有易烊千玺、肖战、王一博、朱一龙、王俊凯等10人。然而其中只有王一博一人开通了直播打赏功能。众所周知，明星是高收入群体，其收入甚至超越了一众科研人员，所以关于明星收入的话题一向都是比较敏感的。如果一个明星还开通了打赏功能，这无疑是不懂得知足，所以王一博因此被路人批评。在王一博受到批评后，粉丝就去咨询了该平台的客服，对方表示该功能正在测试，收到邀请的都是经过选择的。之后粉丝又询问到是否需要用户操作进行开启，客服表示不需要，因此粉丝就拿着截图到处解释，表示自己一人是无辜的，还让没有开启功能的人反思自己。事情很快就迎来了反转，因为粉丝问的太过模糊，大家并不知道问的是自动开启被选择的可能，还是自动开启打赏。所以有网友仔细地询问了一遍，结果得到的回应是，受到邀请的人可以选择是否同意，且要经过8个步骤。所以说起来，王一博在一夜之间就获得了超3万人的打赏，虽然有免费的选项，但并不能排除这3万人中没有未成年花钱打赏的可能性，且形成攀比后，会有很多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为了支持自家偶像，偷用父母的钱进行打赏，这个舆论点很有风向感。于是乎，在大量的风向加持下，路人得知这件事情后，纷纷指责王一博圈钱无底线，甚至有网友表示，干脆拿收款码好了，省得有中间商赚差价。除王一博外，还有同公司的程潇和其他公司艺人宋茜、杨超越、任嘉伦等都开启了该功能。因为只有王一博的打赏人数最多，所以受到指责的也只有他一人。在事情闹大后，这几位都关闭了该功能，想必公司那边已经注意到了。其实视频打赏功能并没有粉丝想的那般难得到，很多只有几万粉丝的小网红都有该功能。既然如此，想必各位明星大号大部分都收到过该邀请，但偏偏只有这几位艺人开通。
其实明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呆傻，即便他们本人没有空，但他们身后站着的是专业人员，经营账号、监控舆论都是他们的工作。面对万千竞争对手，他们又怎么能懈怠呢？所以零团队的王一博之所以一再吃亏，也是因为本频道超高频出现的团队。因为网友尝试了一下，确认至少要经历8个步骤才能开通视频打赏功能，所以好事网友还发现，和王一博同一时间开通的明星还有程潇等人，基本上都是乐华公司艺人，而且在舆论发酵之后，王一博都关闭了功能，程潇却还是开启的。随着时间推移，除了乐华公司艺人外，任嘉伦、杨超越、宋茜等明星的账号也陆续开启了视频打赏功能，只不过他们的粉丝似乎清醒很多，参与打赏的人数都不多，像任嘉伦就只有9人打赏，杨超越是11人打赏，宋茜直接无人打赏，也从侧面证明了他们功能开通时间比王一博更晚。加上网友们的质疑，相信就算再有明星开通打赏，他们的粉丝应该也不会再跳坑了吧。正如有心网友所说，开通打赏确实是个人自由，但明星如此做就属于完全不把个人形象和声誉放心上，一心只钻钱眼里，但凡稍微爱惜羽毛的公众人物都不会选择开通。这个说法新万我绝对给满分，但是前提必须有，您说前提是什么呢？早前，半个社会人刘德华、孙燕姿等人举办线上演唱会都关闭了礼物打赏。就算如今明星和网红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有些底线还是要遵守的。特别现在的演员或者歌手，在这个泛政治化的风暴下，都应该通过优质作品吸引粉丝、扩大知名度，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提升影响力。赚钱的渠道应该是平台、品牌和投资方，收入构成应该是片酬、版权或者代言费，而不是想方设法从粉丝口袋里掏钱。值得一提的是，乐华公司这一次又要被推向风口浪尖，旗下多位艺人的行为被吐槽，王一博首当其冲，直接被吐槽将粉丝当提款机，吃相难看，公开要饭。说到这，您注意到了没有呢？是乐华公司的王一博旗下的短视频账号开通了打赏功能，于是乎开通一夜就有近4万人打赏，随后引发了网友公开的吐槽。于是乎事情发酵之后，粉丝也出面贴图澄清是平台自动开通，并非王一博个人主观行为，目前也关闭了打赏功能。于是乎网友并不买账，很快贴出来和短视频平台客服的对话截图，从对话内容可以看出，账号要开通打赏功能，程序还是比较繁琐的。按照客服说法，视频打赏属于内测功能，平台会随机给用户发站内信息邀请，但要在邀请方同意后才可以开通，同时也可以选择不同意开通。也有粉丝解释这是无意中开通，但从网友和客服的对话来看，似乎手滑或者无意一说站不住脚，主动开通的可能性倒是比较高，网友也都倾向于主动开通。同时，还有比较有心的网友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在短视频平台被邀请开通打赏功能的流量明星账号只有20个，唯独只有王一博一人开通了打赏功能。那么，从种种迹象判断，王一博账号开通打赏真的不太像是无意或者手滑，只有主动开通这种可能才能解释。所以现在的风向很精准，就是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明星赚钱的路数确实比常人要多很多，而且来钱也容易得多。但打赏无疑是最轻松的一种，动辄数万人的打赏，无意中就将会汇聚一笔不菲的进项。之前黄渤因为在直播中关闭打赏功能得到网友称赞，也有网友当时调侃黄渤是堵死了其他明星的财路。看来黄渤真是有先见之明，这也从侧面证明网友其实是很鄙视明星开通打赏的，
毕竟赚的都是爱自己的粉丝的钱。在全民呼吁理智追星的时候，证实粉丝不理智也绝非个别。明星还要开通打赏，难怪网友吐槽是明摆着要粉丝打钱。也有网友发声，和王一博一同开通打赏功能的还有多位乐华旗下艺人，还点明了承销账号的打赏功能至今在开，并没有因为王一博被骂而关闭。xin问我强调这点，是不是看明白了就很好玩了呢？现在，对于乐华王一博的行为，如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友的吐槽声音络绎不绝，更有网友提到了乐华老板直播带货的事情。如今又有王一博和程潇等人开通打赏功能，乐华娱乐也就被网友一同吐槽了一遍。xin问我说过，娱乐圈是大染缸，也是大卖场，买卖真的不差反转的桥段，越精彩越有人买单，这就是现实。乐华在这次风向中被动挨打，甚至被动扛下对标王一博的锅，这也是好玩的轮回和造化了。有些事情的反转需要当事人直接参与和开枪，有时则不要，后者例如王一博，前者例如赵丽颖。赵丽颖在一次采访中说到过，我不想让大家看到的女性角色永远拘泥于小情小爱，男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为什么女性就不可以有呢？这在泛政治化的娱乐圈是个开始禁忌的女权话题。然而呢，就像赵丽颖的野蛮生长一样，就算改名风吹半夏，依旧是大女主披荆斩棘，勇闯明天的血汗写照和纪实。即便当事人冯绍峰无法理解赵丽颖的倔强，但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xin问我的眼里，敢爱敢恨、将心比心的赵丽颖从来就没打算做温室花朵，她是野玫瑰，她是许半夏。现代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这种智语沐风、永不言败的新时代女性偶像、精神动力偶像，而不是冯绍峰痴心不改的温室花朵。